中共历史上发生过很多内斗，中共称其为运动，包括中共40年代在延安时期进行的延安整风运动。有很多人在这些运动遭受迫害，其中很多人是中共自己党内的人，尤其是党内高级领导人。所有这些被称为运动的残酷内斗，都始于中共30年代在红军根据地以肃 AB 团为代表的肃反运动。李瑞在1979年12月28日向中共中央提交的有关他先后2次受审查情况所做的书面报告中说，第2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肃反工作使苏区党和红军受到极大危害。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部在江西井冈山建立了号称中共第一个农村根据地，随后逐步扩大到湖南和江西交界地区，形成中央苏区根据地。他成为这里的党政军最高负责人。在建立井冈山根据地的第2年9月，毛泽东就领导中共江西苏区开展过一次洗党运动，要清洗掉党内所谓的投机分子。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内整肃。清洗对象除了一些叛变投降过国民党的、有亲戚为国民党工作的、当兵的、社会关系不好的，主要是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当时中共赣西南根据地的领导人对毛泽东的领导有所不服，他们之间的主要矛盾是在土地问题上，赣西南根据地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没收豪绅地主土地，分给贫苦农民，而毛泽东主张没收一切土地，再平分给农民。在领导权问题上，毛泽东派自己的亲信领导赣西南根据地军政事务，受到赣西南根据地原来的领导人中共江西省委秘书长兼巡视员江汉波和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李文林的抵制。于是毛泽东宣称，赣西南党和军队已经受到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的控制，开除了江汉波的党籍，将李文林调离红军。随后于1930年2月宣布展开肃清地主富农的斗争，就是所谓的肃 AB 团斗争。所谓的 AB 团，有人说 AB 是英文 Anti-Bolshevik 的缩写，意思是反布尔什维克。这个组织是1927年1月国民党江西省党务指导委员段锡朋奉蒋介石的指示成立的，目的是在国共第1次合作中对抗共产党对江西省国民党领导层的渗透。但是随着1927年412事件发生，国共合作分裂之后， AB 团的使命也结束了。毛泽东利用当时在中共湘赣根据地的传闻，国民党派 AB 团进入苏区进行渗透破坏，让自己的亲信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开始组织在赣西南根据地上上下下肃 AB 团，抓到嫌疑分子就进行刑讯逼供，不仅自己要承认是 AB 团，还要供出同伙和上下级。到当年10月，在赣西南3万多中共党员中，已开除地主富农有1000多人，处决 AB 团1000多人，包括赣西南苏维埃政府1/4的工作人员，大多被杀。毛泽东为了压服对自己领导权威的挑战，不惜动用暴力。这是中共第1次把党内斗争由争论、辩论和投票表决发展成人身拘禁和肉体消灭对方。
在毛泽东的嫡系部队红一方面军4万多人当中，找出4400多名 AB 团，全部处决，其中包括地富或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和曾经与毛泽东意见不一的人。据当时林彪的部下红四军第12师师长萧克回忆，在肃 AB 团达到高潮的1930年11月底至12月初，他所在的师没干什么别的事儿，主要精力就是打 AB 团，杀了60人。10几天后，该师又决定再杀60多人。后经军政委罗荣桓的援救，萧克迅速赶往刑场予以制止，才救出了20几人，但还是杀了20多人。对毛看法大概比较清醒的还是罗浮，张闻天比较清楚。张闻天很清楚。这些老将里面的萧克比较清楚，黄克诚点了没搞，他那个地区没搞抢救，因为黄克诚是要杀头的。江西肃反的时候，打 AB 团的时候，那是彭德怀救了他。所以都是刻骨铭心。在中共赣西南根据地那场肃反中，仅在1930年10月到1931年1月之间，就有至少5500多红军官兵和中共人员受到清洗杀戮。1930年11月，毛泽东下令逮捕了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李文林。所以他用人为亲的那个，我跟你讲过嘛，那个李少九就讨厌他。1930年12月3日，毛泽东下令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席李少九和总前委秘书长古柏前往富田。李少九12月7日到达那里以后，立即逮捕了在那里的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和红20军的8名主要领导，随即对他们刑讯逼供，不许他们辩解，只能承认自己是 AB 团，并且招出其他 AB 团成员，连碰巧遇到的家属也抓起来，施以各种酷刑。随后，李少九又根据逼供出来的口供逮捕了120多人，都是连夜刑讯审问，先后处决40余人。据说当时受刑人惨烈的呼叫声震撼着富田的夜空。萧克将军在1982年曾回忆说，即便过了半个世纪，也不能不令人惨然一叹，我们这些过来人也绝不堪回首。李少九的残暴举动引发了红20军官兵的惊恐和不满。1930年12月12日，红20军发动兵变，扣押了李少九等人，释放了被李少九他们逮捕的人，这就是富田事变。兵变部队把矛头直指毛泽东，喊出打倒毛泽东的口号，指责毛泽东有党皇帝思想。与此同时，兵变部队表示支持红军总司令朱德、红一方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和红三军军长黄公略等红军主要将领，并且希望得到当时中共最高领导人李立三的支持。但是彭德怀、朱德都发表声明，表示支持毛泽东。1931年1月，刚刚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项英取代毛泽东成为当地最高领导人，将富田事变定性为无原则的派别斗争。在把几个兵变领导人开除党籍之后，主张谈判解决富田事变，对其余人员免于追究。同时，项英批评肃 AB 团扩大化，开除了李少九的党籍。
但是由于红20军的领导均支持过李立三，所以当时刚刚接手中共最高领导权的王明，在1931年3月28日，派出任弼时、王稼祥等3人前往中央苏区，宣布富田事变是反革命暴动。4月17日，毛泽东取代项英，成为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人，再次成为当时苏区党政最高领导人。第二天4月18日，红20军兵变领导人前来参加原定的解决问题的谈判，结果全部被逮捕，很快就被全部处决。7月，红军第一方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和红四军军长林彪率部包围红20军，并且将其缴械。结果，红20军上至军长、政委，下至副排长700余名军官被处决，只有2人幸免于难。其后，毛泽东继续重用李少九，继续扩大苏 AB 团斗争，使许多地区的中共机关中80%-90%的人员都成了 AB 团分子，人人自危。在此期间的1931年7月，毛泽东再次下令逮捕了曾经与他意见相左的原中共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岭，并且在1932年5月处决了他。我看到他这引的徐向前的徐向前嘛，他后面他写了一个什么问题呢？他的文章里面，他写的在收反的时候，他是在鄂豫皖同张国焘一起。徐向前的老婆，他老婆一家人，而他的兄弟姐妹5个人参加革命，29年的党员，在鄂豫皖一次大收反中间，他老婆都杀掉了。徐向前，所以徐向前的脑袋比较清醒，这是一个原因。这个事情我不看徐向前过去都不知道。陈毅的老婆也是搞掉了，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毛泽东主席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状，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中共建政以后，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在富田兵变时担任红22军军长，曾经前往红20军驻地进行调解，导致红20军释放了李少九等人。然而，李少九对此并不感恩，反而认为当时的中共赣西南特区委书记陈毅诉 AB 团不利，怀疑他是 AB 团首要分子。陈毅的新婚妻子肖菊英也因此自杀。1934年7月，中共逮捕了李少九。当年10月，红军被迫所谓的长征，李少九被留下，实际上是被抛弃。第2年春天，李少九死于闽西，有人说是陈毅下令处死了他，报了当年的一箭之仇，而且后来还告诉了毛泽东，但是这种说法无法得到证实。李锐在李锐口述往事中说，抗战初期，黄克诚见到陈毅，就问李少九怎样了。陈说：“我把他杀掉了。”肃 AB 团运动还扩散到其他红军根据地，名目还包括反改组派和反社会民主党等。中共建政以后，军队10大元帅之一的徐向前，其家人也在那场肃反中被杀。那是在张国焘领导的鄂豫皖苏区，在那里，中共红25军原有12000人，
肃反杀掉1半人。徐向前当时是红四军军长，他的妻子程训宣1932年被抓，逼迫他承认徐向前是改组派 AB 团，程训宣拒绝，最后于1933年被杀。徐向前在1984年出版的《历史的回顾》一书中回忆说，1937年到延安，才听说他和王树声的妹妹等一批人都被杀了。我就问鄂豫皖苏区的保卫局局长周纯全，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他有什么罪过？周说，没有什么罪过，抓他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嘛。上个世纪的50年代初期，在中共红四方面军鄂豫皖总部的驻地湖北省麻城，挖出过1932年肃反杀人时的数千具尸骨。在中共原川陕根据地的通江虹口场，挖出过大约5000具肃反被杀无辜者的尸骨。百年潮杂志2000年第1期刊登的景玉川的文章《富田事变平反的前前后后》介绍说，在肃 AB 团的肃反中，短短的几年间，处决了7万多 AB 团，2万多改组派，6200多社会民主党，这只是有名有姓的受害者。相比之下，红军1934年开始长征时，也只有30万人。当时的中共最高负责人之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逐渐意识到中央苏区肃 AB 团的问题，开始纠偏。1931年8月31日，周恩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写给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前委一封指示信，批评肃 AB 团扩大化。毛泽东曾经在延安整风期间把这封信拿出来，略掉周恩来的名字，作为王明路线的代表作进行严厉批判。几十年以后，毛泽东对周恩来的这封指示信仍然耿耿于怀。毛泽东当年真的认为红军和根据地里有那么多 AB 团吗？当时国军对红军和中央苏区进行渗透是存在的，因此不能说毛泽东肃 AB 团是无中生有。但是毛泽东显然对刑讯逼供得出的口供也并不相信。前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政治秘书室主任施哲曾经担任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和秘书，在中共延安时期和建政初期与毛泽东接触很多。2001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朱鸿照所著《众说纷纭话延安》一书中，记录了施哲对毛泽东的回忆。这是施哲的回忆。毛主席见我不明其意，举了一个例子，说反 AB 团时，每个犯人也都有口供，半夜3更我睡不着觉，悄悄地走到审问犯人的地方，用舌头将窗纸填了一个洞，偷偷地看见审讯员正在搞逼供信，我才知道了 AB 团怎么来的。这个问题毛也轻描淡写，你知道吧？这个是他觉悟到这一点，逼供信的口供是不可靠的。但是他这东西没有斩钉截铁，绝对不准干，并没有这样子。在肃反被杀的人中间，很多是与毛泽东有过争执和表示过对他不满的人。如果说这些人恰好都是国民党派来渗透共产党的，未免过于无巧不成书了。纵观毛泽东在后来历次运动中整人的手法，毛泽东和他的亲信李少九等人借肃 AB 团之名消灭不听话的人，应该是对这次运动的目的的最为合理的解读。
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把苏区肃反扩大化作为打击王明、博古、周恩来、张国焘等人的工具。其实，毛泽东自己就是肃反扩大化的最大推动者之一。在肃 AB 团问题上，以王明、博古、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开始支持毛泽东，后来又不点名地批评毛泽东扩大化。毛泽东对此肯定是不满的。苏维埃时代，反 AB 团这些肃反，那是在一个战争的非常恐怖的年代，敌人随时进攻，随时挨打，那个是为了自己的组织的纯洁，在某种意义上有可说也罢。百年潮杂志2000年第1期刊登的景玉川的文章《富田事变平反的前前后后》中介绍，1978年底，江西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主任戴相清等人专门到赣西南进行调查，搜集有关 AB 团和富田事变的材料。他们调查、研究和查证，包括查阅了当年 AB 团的组织者段锡朋的自述文章，最终在肃 AB 团不是扩大化，而是根本错误一文中得出结论。当时中共党内根本不存在 AB 团，打 AB 团不是什么扩大化，而是根本错误。景玉川在文章中说，后来的历史证明，共产党内从来没有过 AB 团这一类的组织。镇压富田事变的直接负责人毛泽东在1945年中共7大的讲话中曾提到，肃反走了极痛苦的道路，反革命应当反对，党没成熟时在这个问题上走了弯路，犯了错误。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8大预备会议第2次全体会议上谈到当年肃 AB 团运动说，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但是毛泽东从来没有对这个错误做过详细解释，相反，在肃 AB 团之后，他一次又一次发动的运动证明，这个他自称的错误，其实是他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一生中应用的日趋娴熟的整人武器。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中共曾经想为 AB 团事件平反。当年红四军12师师长的解放军上将萧克是主要推手，并且得到当时的胡耀邦和国家主席杨尚昆的支持。中共中央组织部成立了以中顾委委员、原中组部部长陈也平为首的富田事变事件复核小组。复核小组最后起草了一份为富田事变平反的文件，题为《关于富田事变的调查报告》。富田事变，那个是组织部要搞，陈也平当组长，清算富田事变，大概结论搞得都差不太多了。王震起来反对，又放下来了，又不做了。富田事变是萧克提出来的，在政治局会议上，应该对富田事变做个结论，清算一下。后来接受了萧克的意见，成立一个组，后来王震反掉了。王震是对着萧克是对着干的。他们的矛盾是因为在农垦部的矛盾，搞不清楚。原来萧克是领导王震的嘛，在2军团、6军团、2军团。湘赣嘛，他们都是湘赣的嘛。后来到了2军团，到了贺龙那里嘛，王震也没到贺龙那里嘛。萧克到了，萧克是因为大概最开始是陈毅那一派，所以毛是很不喜欢萧克的，其他就没萧克的份儿，连候补都没有。结果，中国共产党至今也没有为肃 AB 团和富田事变正式平反，而只是在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和胡省主编的《
中国共产党的70年》里说，肃 AB 团和社会民主党是严重臆测和逼供性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中共目前把肃 AB 团和镇压富田事变的主要责任推到王明的身上，而刻意回避了这场运动主要发起和领导者毛泽东的责任。其实，在肃 AB 团和肃反方面，毛泽东和当时的王明和中共中央基本上是一致的，而且他是直接发出指示和领导进行肃 AB 团和处理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当然，毛泽东后来和中共中央之间出现了矛盾，但是主要矛盾在军事战略方面，他也因此在中共内部被边缘化了好几年，埋下了他对中共中央掌权的王明、博古、张闻天等流苏派的秀才和周恩来等老资格领导人的怨恨。1934年10月，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败，被迫撤离各个根据地。中共一时的挫折，反倒为毛泽东重新进入权力中心创造了机会。